昨晚都干什么？身材不错，不亏。还挺帅，01年，比我小9岁。至少成年了。啊，我们一起走啊！我居然捡了个这么帅的小朋友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发生这种事，你情我愿，对吧？昨天我是被迫留下的。啊？你可能是误会了。昨天我……你要让我对你负责。加个微信吧。昨天晚上辛苦你了。我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房费给你转过去。房费380，你给我转了1万块钱。姐姐请你吃糖。你看啊，这个和这个你就是看一下啊。哦，弄错了。莫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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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总好。我来找令总。令总你有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西令很少晚到啊。啊，没事，你们忙，我进去等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演得太过了？约后气氛。小青，喂，令总，您还有多久到公司啊？怎么了？莫总他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。你告诉莫总，我不回办公室了，今天要盯拍1天。啊，令总，可是咱们拍摄是在下午啊。那就让张制片立刻马上开始拍摄。见到于西令了，还算顺利吧。不过他跟资料里的不太一样。令总，咱们之前的模特突然有事来不了了，张制片说换了一个同年龄的更好的，您看一下吧，有问题咱们还可以换。不用，田野主打的本来就是年轻和运动感，只要阳光干净就行。哟，令总来了。令总这儿。嘿，令总，你好。张制片辛苦了，不好意思提前拍摄了。我们随时待命，模特也刚到，正在准备。小郭，过来一下。来了，我先过去啊。哎，好。你们快点儿哦，准备好了。令总。令总，现在他是令总。嘘。这位是令总。对，我就是令总。令总，这是今天拍摄的模特。对，动起来。好，特别好啊，动作大一点，没事啊。可以，来。好，特别好。好，来，特别好，
换个姿势来。哎呀，不要笑那么开，笑得收敛一点。哎，好，哎，看我来。好，哎，来那边弄扶住了啊，扶住。那个模特有问题。啊？发型不太行。不是发型，是人不行。小青啊，不是令总，妆造咱们确认过的呀。是，但是这个人换了嘛，咱们妆造就也得换。这个就是卖家秀和卖家秀。有道理。说上去呢？可以啊。不是，我是说，那个他这个拍照姿势不太对。怎么连找茬都不会？别看我。也不是，是身材不行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去。就他太帅了嘛。我说你重复。人物表现过于单一，缺乏灵动的感觉，没有表现出品牌独有的个性。但是我们要树立田野独特的个性，而不是单一的模板往下套。我建议换人。小青啊，各位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哎，好，好，来，我帮你下去。小青啊，咱们就不要掺和了。令总，令总在那边。说款马上有个令字，谢谢。崇明，换掉我是公报私仇啊。工作就是工作，我大公无私。OK， 我非常支持令总的想法。田野是一款主打时尚都市的户外新品牌，需要体现产品的内在个性。令总想推翻创意的想法，我非常赞同。我把你换掉，就推翻创意了。令总说换个造型就行了，都听令总的安排。那你脱了吧。脱了。够了。来，各部门准备开拍了啊！哎，好，来继续。好，好，我帮你。来放这儿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最近令总喜欢上了写书法，说是要修身养性。看来我也要开始练练字了。哎呀，穆总，您的字本来写的就好。哎，安迪啊，哎，最近工作很辛苦吧？没有，都是应该的。我让人事部给你涨薪。谢谢莫总，去吧。那我就去了。哎，拿份文件出去。哎呀，您说，做戏做全套。哎，是，那莫总我就先走了啊。
令总，您先换一下，我去安排车。莫总等多久了？到底什么事你知道吗？没说。我说您在片场，他就出去了。行，我尽快回去应付一下。对了，小晴，一会儿让车直接给我开到卫生间门口，我上个厕所再走。来，衣服。哦，还有，你回片场盯着顾昭和那个臭小子，他要是不配合拍摄，让张制片给他施压。令总，车好了，您。哦，令总让你把车停在卫生间门口，然后监督好拍摄。哦，行，那我先过去。我幻听了。令总，车好了，您。令总，您跟那个模特是什么关系啊？永远不想见面的关系。进。莫总，您找我？拍摄都顺利吗？非常顺利，团队也不错，非常符合咱们田野的品牌调性。田野交给你，我真是再放心不过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吃饭，所以你看，我都帮你把它打包回来了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那一家餐厅。莫总，我吃过了。好，吃过了就好。下次你想吃，我再给你买，还买这家餐厅。莫总，田野品牌发布会最近进入倒计时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剩下那些工作你让他们去做就可以了嘛。我是真的不希望你太辛苦。莫总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要好好替你卖命了。身体还是第一位嘛。那种流程工作，还是要注意休息啊。请吧。令总您好，我是实习生顾昭和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体育大学学生，怎么给我招了个没毕业的？因为我优秀吧。你知道我们三省集团都干些什么？三省集团是一家拥有10余个自有品牌的时尚服饰集团，其中覆盖男装、女装、鞋履。最近新开发出了运动品牌田野。你都会什么？我擅长的项目有100米和110米栏。在大学期间，各项学科全优，尤其是专项体能训练设计和运动营养学都是院系第1名。安迪，哎，你先出去。哦，好。你阴魂不散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巧合。简历是我2个月前投的，经历了2轮面试，广告是3天前定下来的。我原本还是备选。这么巧？你说的巧，你指的是……哦，昨天晚上偶遇你的时候，你喝多了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2个在一起。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警察也会找我的，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安顿了一下。料到你会问，我早有准备。
就没有什么别的了？没有了。还好还好。因为你是直接转账，所以我全部换成了现金，除去房费，剩余的如数奉还。你是体育大学学生，来我们服装集团公司做管培实习生，不太合适。HR 部门肯定是弄错了，我建议你，如果你执意让我离开三星，那我就只能用这些钱请全公司的人吃糖。你被录取了。如果你没有顺利通过实习考核，我还是有权利拒绝你转正的。好啊。面试结束，上班别迟到，扣满10分你就滚蛋。这个是我路过药店顺便买的，花的自己的钱。你好啊，来，送你一份巧克力，谢谢。送你一份巧克力，谢谢啊，想不到又见面了。以后还是要多多照顾。啊，一定的。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顾昭和，以后是你们的同事。哦，我记得你是体育生对吧？对对对。行，那我们公司以后运动会靠你了，我们部门没问题。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你会开车吗？会。走，跟我去广告公司选片。不都叫咱俩吗？咋带他不带咱俩了？我不知道。平均时速在低于50迈扣2分。我刚拿驾照。停车。嗯。靠边停车。进。穆总，说。哎，有新情况。长话短说。是这样，最近令总那里来了个新的实习生，而且他的那个实习生很不一般的，他一来就带他出为公司培养新人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过今天是夏小青带着他的衣服回来的。令总昨晚没回家。是你看到的，还是你猜的？这不是，那穆总，要不我先去忙了。1个月内开到我这个速度，你跟着我干嘛？去停车吧。哦，好。哎，
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令总。你好。再上来一下。再换一组。好。我的药呢？哎，令总，哎，药这没，没有药这。令总，是怎么回事这？花粉容易引发哮喘，你们不知道令总有哮喘吗？哮喘？我真不知道啊，想知道这事啊。逃避有你的世界，冷风让人开始错觉，我含着泪，画面开始后退，没有了安慰，检讨之后是谁不对？怎么提机会放开你给的慈悲？我把爱在风中剪碎，向谁忏悔？誓言全部违背，狠心的去摧毁，只留下了憔悴。来，好，好，尝尝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这边请。令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坐。这有点辣，尝尝。好的，马上。这有什么事啊？谢谢你昨天救了我。味道挺好。谢谢啊。这么贵的西装啊！以后工作总会用到的。来了。这边好，谢谢。没事，我也有一个东西。好。那这个，你喝酒的时候配点熊胆粉，可以养肝护肝，而且还不容易醉。行。这行，没问题啊。你等会儿吧，来一会儿。等我给他发过去。谢谢。可以可以。哦，对了，朋友公司有个岗位很适合你，资料已经递过去了。新的工作呢，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未来前景，都要比现在的更好。期待我们下次合作。好，令总，我的实习期应该还没有结束吧？那我们下次再约。哎，好。慢走。我只是觉得你还年轻，需要更好的机会。谢谢令总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我现在的工作。OK。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习惯了，每天晚上都喝。你要是真的想谢我呢，跟我走。我带你去做一件比晚上喝酒更有趣的事。走。怎么会有人随身带着球鞋，还大半夜约人跑步啊？电线杆子都没你吃，救命啊！我喝酒了。你喝的又不多，正好促进血液循环。我哮喘犯了，你负责吗？好啊，我负责。我跟你讲，适当锻炼身体对你的病是有好处的。你看啊，夜跑可以提高你的基础代谢，增强你的肺活量，可以缓解压力，让你更好的入睡。你不是一直睡不着吗？好，跑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过来。首先呢，要跟我一起做热身运动。1、2、3、4。你的大臂和肩膀要平行。来，感受胸部的扩张。开始。我一定是喝多了，才会跟你大晚上做广播体操。
换个动作，弓步压腿，来，左腿迈前，压，1、2、3。有趣在哪里？你的脊椎要挺直，你要感受背后脊椎的拉伸，伸直。哎，对，然后大腿和小腿感受它们的拉伸，伸直。金口。你的呼吸方式不对，要用腹式呼吸法，鼻吸嘴呼，要有节奏感。你感受一下，鼻子吸，嘴呼。这手感算是福利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想睡你，想睡觉了。你这跑了才20米吧？一开始都比较难，坚持一下啊，加油，走。哎呀！怎么了？脚疼。怎么个疼法？看看哪儿疼？脚腕、脚心、脚背，哪儿都疼。哎呦！你要是这么疼，那你现在就已经站不住了。行，等我一下。请你吃糖，今晚辛苦了。昨晚辛苦你了，姐姐请你吃糖。顾昭和，哎，别跑！你怎么还过分了！不是你想吃棒棒糖吗？怎么还生气呢？脚崴了，这次我不可能再上当了。拿着，这里。哎呀！我先起来。来。啊！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，我自己走。你单腿蹦回去啊？另一条腿再瘸了？走。感动不需要太多惊喜的浪漫，因为心贴着心，怎样都喜欢。2个人抱紧就能把孤单交换，快乐就能分享在彼此脸上。没事，放松。幸福也不用太多精美的包装，疼不用忍着。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看见你门口一双平底鞋都没有，这样对你的脚和脊椎都不好，你还是要多注意一点。我曾别样温习的充实丰满。你怕黑？哎，为什么我会有点心疼他呢？蜡烛在柜子里。好，我去拿。
在第2层抽屉里。还留着许一清的东西。找到了。喂，舅舅，我正加班呢，晚点回去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能别走吗？其实，帮你找工作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即便要走，也不是现在。其实，我发现田野即将上市的鞋子存在一些设计缺陷。什么缺陷？这才是预习令嘛。一般的人1、2个月才会有感觉，但我们体育生对鞋子比较敏感。我已经在让学校的同学在做测试了，很快就能出测试报告。多快？周1上班前。今晚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鞋子下周就要量产，宣传已经在铺了。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真是个工作狂。好，那令总，你电脑能借我用一下吗？看不出来，还挺贴心的。鞋子外侧的装饰用绑带，拉力过强，
将原本兼具弹性和柔韧的发泡材质鞋底拉扯变形，导致鞋子在实际跑动过程中对小指产生了反复的刺激和压力。于西令真要和莫三行有关系，应该不会留着这么多许一清的东西，还把合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他为了利益和莫三行在一起的传闻是假，那和许一清的传闻呢？如果他和许一清是合谋，为什么许一清会3年没有联系他？许一清，也许我不该那么执着于过去。喂，舅舅。哎，来找我一下。去。哟，有礼物啊？没有，自己买的。夜不归宿啊？谈恋爱了？不是，舅舅。首先呢，我已经23了。对，我知道，你长大了，有很多主见。干嘛？谈恋爱是好事情，但舅舅叮嘱你一句啊，做好防护措施。我都说了，我是在加班。好。但话说回来，你要是真的有什么事，还有舅舅帮你兜着。我没有谈恋爱，烦不烦？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舅舅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跟别人说咱俩的关系，你要让别人看到不好。去吧。哎，你跟令总相处的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令总他就一个工作狂，你都不知道，他逼着我们加班加点，累都累死了。年轻人嘛，吃点苦头是好的，多跟着令总磨练磨练，这是好事情。顾昭和，你怎么从地库的门上来了？哦，我坐同事的车。哦，饭做得不错。就是时间有点赶。非常好了，一起走吧。走。令总，你吃早餐了吗？吃过了。令总，田野运动鞋的测试报告发你邮箱了，尽快叫人修改一下，然后拿新的样品留。好，收到。出发了没？要不你干脆给刘萧然打个红包，人就别来了。顾同学，今晚有安排吗？目前没有，但取决于令总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的忙。晚上跟我去个地方。我晚上学校有别的事情啊。如果结束的早的话，我就去。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
好。没想到你真来了。同学聚会吗？你看了没？西丽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你今天能来。西令现在是副总裁，天天加班，忙着呢。要不是了解他，还以为他端着架子，看不上我们这些同学了。怎么会呀？西令啊，你不是已经订婚了吗？你老公呢？她的男朋友快结婚了，犯事了，人到现在还没找到呢。没完没了的，说多长时间了？咱们去敬一杯吧，坐一会儿就走了。以后工作穿得正式点。对不起，我真有事。行了，快走吧。我今天真有事，改天再跟你们约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学校事刚结束。西令，这谁呀？介绍一下。我叫顾昭和，是西令的男朋友。你好。你好。今天是我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杯我先自罚了。哎呦，昭和呀，你喜欢我们家西令什么呀？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带给了我太多意外和惊喜。我发现他投入工作中的样子非常的迷人，认真、理性、冷静。他在生活里又非常的可爱和真诚，这大概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吧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挺会说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订婚宴。来，我们敬大家一杯。来，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啊！恭喜，新婚快乐啊！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但我和西令还有些别的事，就先走了。不走啊！啊！不走啊！这不赶紧走啊！慢走啊！好羡慕啊！那个，可以了。对不起啊，还是来晚了。顾昭和，你一个人走过隧道吗？很黑很黑的那种。我曾经听到过一段话，说要想割舍特别亲密的关系，不能立马就断了之间的连结，不然会触底反弹很多不舍，重蹈覆辙。而最适合的方式是延长这一告别过程的时间，让彼此都待在对方看得见的位置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比如保留彼此生活的痕迹，但是不会再有任何联系。好像我也只能这样，就像一个人走在黑暗的隧道里，找不到方向，也不知道出口在哪。但今晚，我好像在这黑暗的隧道里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总之，谢谢你。其实，出口离你很近了。可能吧，但这种感觉
就像你读了大学4年，没拿到毕业证，你会是一种什么感受？有时候感情也是这样。你是说许一清？哦，你喝醉那天提过这个名字。你还爱他？爱情不是必需品。我现在更喜欢工作，付出多少，回报多少。你可以把委屈都说出来的。好了，加班结束，走了。于西令，今晚还没一起夜跑呢。不跑了。许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于西令因为许一清的失踪耿耿于怀，他并不相信许一清真的是携款逃跑，看起来对英乔的事更是毫不知情。妈，我觉得舅舅转移公司资产的事，于西令应该没有参与。进。令总，新的鞋子还喝酒吗8点怎么样？啊？啊，会议马上开始了。哦，马上来。哦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就这些，确实不错啊，是吧？是可以啊。设计完脚感就是不一样啊。对。令总，那我开始。这个呢，就是田野即将首发的运动鞋，它的名字叫做夜域，宣传标语是一起夜跑，追随心动。目前呢，这款鞋子已经经过了几轮的改良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大家都可以对这款鞋子进行试穿，并且我们都要分享一下试穿感受。我相信在正式首发前，我们还有机会让这款鞋子变得更加完美。令总，这款鞋子的名字还有宣传标语是咱们部门投票选出来的，您有什么意见吗？这句宣传标语是谁设计的？很好。这个卡片谁做的设计排版？令总，我。这个月奖金没了。啊？你以为换了电话，老子就找不到你了？
你迟到了，不是说好8点一起夜跑吗？走。不错，包裹性也不错。哎，改良后就是不一样。弹跳也好了很多。你累不累啊？果然还是年轻啊。你也年轻，还行吗？完全不行了，我从小体育就不及格。哎，算了，你这种运动健将永远不会理解的。我跟你讲啊，适当的锻炼是对心肺功能有提升的，对你的哮喘也有帮助。你其实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改变了，只要你自己愿意。你往前走一步，就是隧道的出口。是，继续，小心。路过的夏天，晒着暖暖的你，还有一整片蓝天和白云。我只是沙滩上孤独的仙人掌。行，夜跑第一关，谁先跑到便利店谁请客啊！走了，快来追我！快来，快来，快啊！如果你张开你的翅膀去溜，来啊！我的肩膀会为你保留的。嘿，哈哈，这儿呢。如果你内心有太多的渴望，我的嘴也会为你收藏的。吸。不是说好谁赢谁请的？我账都结完了呀，就当我谢谢你完成田野鞋子的测评呗，还有新的开始。那你就请我吃这个呀？不然你还想吃米其林大餐吗？好。好吃。丁总，顾昭和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鞋子不要上市了吗？我们来测评。对，测评。顾昭和，鞋子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吗？没有了，鞋子的误差已经调整出来了。对。测试报告今晚能出吗？能。那你回去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给拿100万。我没钱。什么？你没钱？你都做副总裁了，你没钱呢？啊？你没钱还谁有钱？你们谁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兔崽子，这单老师，
李小兰，你前夫3年前在公司卷走了那么多钱，你跟老子说你没钱，你有钱你不给你亲爹，是不是给小白脸了？啊，你不给老子，今天老子就把你以前干的那些龌龊的事儿，我全告诉他们。你闭嘴！持刀行凶已经够判刑的了，你再威胁他，你信不信你下半辈子也出不来？要不要试试啊？是就是啊。没事吧？我们回去，走。疼吗？那个人真是你爸爸？嗯，他就是个赌鬼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赌钱，把所有东西都赌光之后，还要借钱、骗钱去赌。我妈就是被追赌债的人，逼死的。赌鬼这个词真的很适合他，他就像鬼一样，恨不得所有人都跟他一起下地狱。他一直在问你要钱啊？毕业之后，我就换了名字，换了电话号码，没想到他还是追上来了。你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你放心吧，地狱人那么多，轮不到我的。这小子又不接电话，真谈恋爱了？好了，回去吧。好。喂，莫总。啊，西令啊。怎么了？我路过你家楼下。你在我家楼下？啊，我上来看看你。莫总不用那么麻烦的。啊，没事，我已经上楼了。喂，啊，刚才信号不好。我已经上来了。我下楼找您吧。下去聊。好。走吧。惊喜还是要亲自上门。莫总，带了些燕窝，给你补一补。这么晚了，麻烦莫总了。没事。这样吧，我楼下有个小酒馆，我请你喝2杯。好啊，我请你。燕窝要先放家里吗？哦，好。诸多情况可以看出来，于西令和莫三省不是亲密关系。那两人之间的传言哪儿来的？又为什么会散布的那么广？如果不是要把于西令赶出三省，还有一种可能。这么着急让我回来，你怎么这么晚啊？去看看你未来的舅妈。看来谣言的出处找到了。赵和，哎呦，脸怎么了？
没事，摔了一跤。舅舅，我看你这满面春光的，是迎来第8春了？也不算吧，只能说取得了一些进展。哎，周贺，陪舅舅喝一杯。好啊。舅，算起来你这离婚已经3年了吧？这次是块硬骨头，不好砍。今天锋芒毕露啊！有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我要搬出去。为什么？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想离他近一点。我支持。年轻真好啊！哎，记住上次舅舅跟你说的话了没？有任何事，舅舅帮你兜着。舅舅，那你喜欢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？跟我讲讲呗。她符合我对女人所有的幻想，那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在，她真的都符合我一切的择偶标准。那你是喜欢女人，还是喜欢结婚？那其实一切关系的本质是什么？价值交换。像人是价值，那结婚就是价值交换。所以结婚证它保障的不是以后你会懂的。舅舅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我之前那个7个舅妈，你都真心对待过吗？当然，他们需要的我都给了，这就够了。那于西令有什么？令总，咱们发布会现场的所有物料已经准备完善，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了。出席的相关人员和媒体已经到场2/3了，所有模特都已经到现场，所有服装都已经检查完了，现场道具都已经准备完毕，先讲好的。安迪，令总，你负责的工作安排好了吗？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跟现场的团队确认好了。主持人台本对过了啊？对过了。所有人，今天是我们田野品牌的第1次发布会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出现任何纰漏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都去忙吧。好。怎么了，令总？这是你第1次全程跟一个项目，别太紧张了。好，去忙吧。喂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只要1019。这样，你跟他说，只要他愿意搬走，我再多出1年的房租赔偿。我们即将进入到发布会的重头戏环节，是重头戏，谢谢推荐。少了一张啊！这个在我这儿啊，估计是手卡拿错了。你这张题词卡没有交给主持人吗？不是我，这儿呢？我上去补个位。喂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干嘛呀？顾昭和，这是这。
大家好，海报上的这个模特就是我，同时我也是田野品牌项目组的成员，我叫顾昭和。为了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发布信息，我们品牌没有对这款鞋子做任何的消息透露。这款运动鞋，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一款都市慢跑鞋，它的名字叫做夜遇，意思是一起夜跑，跟随心动的相遇。我从小是一名体育生，所以我深知，请全公司的人吃糖，换掉我是公报私仇啊！别动。运动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。说一件开心的事情，我也有喜欢的人了，跟他一起夜跑，是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光。夜遇这款鞋经过我们团队长期的设计和打磨，带着最好的保护，为了我们的健康，为了能有更好的自己，一直向前奔跑。谢谢大家。说真不错，好，确实说的蛮好的，哎，我发布会说的话听到了，表现不错，救场及时。我问的不是令总，是于西令。令总，哎呀，顾同学别在这儿聊啊！这令总800年不来一回，在这儿聊干嘛呀？赶紧上去边吃边说。怎么说话呢？这么重要的聚会，怎么能没我？那可不，还愣着干啥？走吧。是啊，哎，令总，哎，顾昭和坐这儿。来，座位给你留着呢。我爱吃这个。你坐着干嘛？坐着，我爱吃这个。今天不一样啊！以往令总都不参加咱们聚会，这次令总聚餐来了啊！蓬荜生辉啊！哎，干杯！大家开心啊！干杯！给我也来一杯。顾昭和，你今天在台上说你有喜欢的人，他是谁啊？对啊，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，到底谁啊？对啊，谁啊？我确实是有喜欢的人了，但是我不太确定他喜不喜欢我。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，顾昭和，我喜欢你。反正你们还没有确认关系吧？那我就还有机会啊，你说对吧？那个小青，你怎么每次喝完酒都胡言乱语啊？那个小青她就这样，每次喝多了就乱说话。那再喝一点，再喝一杯。对呀，喝。你别喝多了。我要喝。哎呀，顾昭和，那个我真小青的很喜欢你。小青喝多了。小青，可以啊，就这样。小青，
一会儿啊，我们该回家了，小青，不早啊，喝多了啊。不是小青，小顾同学也得回去了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小青，不是小青，令总都走了，小青，我们该回去了啊。不是，要不车叫好了吧？啊，那就要不你今天送他回去啊？我。我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你不是去送夏小青了吗？我只是把她送到了车上。她都跟你表白了。我喜欢的是跟我一起夜跑的人。谁知道你还跟谁一起夜跑？只有你，于西岭，我喜欢你。路过的夏天，晒着暖暖的你，还有一整片蓝天和白云。好，我再换个问题。我只是沙滩上孤独的仙人掌，期待你像只白鸽般飞翔。如果你张开你的翅膀去流浪，我的肩膀会为你保留的。如果你内心有太多的渴望，我的枝叶会为你收藏的。不辞而别，算了，就算是骗财骗色，那也是我骗他。好巧啊！那个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新邻居兼男朋友，我叫顾兆恒。为了离你近一点嘛，就是保证你的安全，私人定制 ，please。准备多久了？那天晚上做的决定。我说的是早餐。
哦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，午餐是属于同事的，晚餐是属于家人的，而早餐是属于恋人的。有时候呢，就需要准备很久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很久，那么我也想聊一聊我们之间相对复杂的恋爱关系。好，我觉得要签一份恋爱合约。什么？第一，甲方于西令，乙方顾昭和自愿签署恋爱合约，自愿签署啊，绝对没有逼迫。第二，不能因为恋爱影响工作进度。不要以为你现在已经是我男朋友了，我就会对你绝对的宽容，我还是会对你很严格的。这倒没问题，可以。第三，在公司绝对不能公开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，更不能有任何亲密的接触。我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OK？ OK。第四，为了保证健康的恋爱关系，每天至少要打15分钟的电话，每周要约会3次。5次。没有异议的话，下午就让律师拟一份文件。对了，你放心，只有律师一个人知道，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吃早餐？别吃了，我感觉你快迟到了。别吃了，路上再吃吧。你还没换衣服呢，赶快回去换衣服。恋爱合约第1条，不能因为恋爱影响工作进度。那是第2条。你和许一清帮我买杯咖啡呗。哦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别让公司人知道啊。行。距离上班打卡还有18分钟，千万别迟到哦。林总好。林总早。早。林姐，你谈恋爱了？林姐，我错了。许一清，我决定开始新的生活了。顾昭和，喝点水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哦。还挺准时吧？令总，你的咖啡。完了，咖啡买错了。啊？没买错。
这是早上对你戏耍我的惩罚。看你满头是汗的，擦擦吧。我自己来，谢谢。喝点咖啡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我确实是喝多了。谢谢。但是我说的话是认真的。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知道啊。谢谢，帮我查一个人。进。莫总，查到了，小顾少爷搬到了联安公寓。没错，就在令总隔壁。看来我应该多关心关心这个外甥了。明白了。咱们田野正式发布以来，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同品类销售的榜首，尤其是夜域这款运动鞋，因为顾昭和在发布会上的救场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认可，再结合他提出的宣传标语，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热门的运动鞋之一了，许多卖场都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。令总，咱们是否要通知工厂加班，多做出一些鞋子来？不需要。为什么呀？我有些别的安排。再等等。可算来了。怎么样？工作累不累？怎么又吃这些玩意儿？健不健康？你别吃。我这个吃的是小狗。小狗汪汪汪。他家这个是不错。哎，我妈和你妈催咱俩结婚这事儿，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我知道啊。你怎么想的？反正啊，我现在就是一实习生。咱俩光屁股时候就认识了，我就算随便找个人去行婚，我也不能跟你谈恋爱呀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不愧是我兄弟。你妈同意你去三省当实习生了，这说明她是打算让你接手三省。你再不走，可就自身难保了。我本来吧，想着我就转移资产这事儿很容易抓把柄，但我现在发现吧，我这方向有点错了。那于西令和你舅的传言，我们圈里都嚼烂了，找点证据有什么难的？你也说了，这传言嘛，于西令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看人家姐姐长得好看，喜欢上人家了。对啊，我就喜欢姐姐，咋了？真喜欢上了。哎呀，你可别色迷了心窍，迷失了选择啊！别废话，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林康还真不简单，他当初跟我们星兰签协议，获得了艾丽的经营权。等艾丽的销售额上去之后，
他就利用漏洞想要稀释我们星兰的股份。好在我妈提早警觉，这才没酿成大祸。他跟我舅舅在一起，果然是别有用心。那个，对不住啊，大小姐。哎，你不是要跑吧？我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打工人。走可以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呀？你不是一直喜欢我们家那个健身房吗？我给你办个年卡。你打发谁呢？我自己充不起啊。外加最帅的健身教练和最贵的课时，好不好？成交。小六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路上有点堵车，我现在就过来。人太多，我已经走了。西令，明天跟我到江晴出趟差。噔噔，樱桃蛋糕最后一份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合约失效。你以为我只是让你买蛋糕？我知道你的用意，限量供应，饥饿营销嘛。最后一份。明天跟我出差啊？好。喂，西令啊。莫总，抱歉啊，昨天太晚了，担心你已经睡了，就没回你信息。刚好我和部门同事原本就计划要去江晴做市场调研，现在已经到江晴了。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，等您到了直接跟您汇报。啊，也不要太辛苦。啊，那我们就江晴见。好。不用去公司了，直接去江晴。最后一个我吃了啊。吃吧吃吧。来，豆浆。确实挺好吃。不过，你虽然是江晴人，但是咱也不至于一大早来这儿就为了吃顿早餐吧？这个豆浆也好好喝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江晴最繁华的商业中心，附近还有2所高校。周围还有一条潮流商业街，里面全是年轻人逛的。莫总，令总是和实习生顾昭和一起出差的。谢谢老板。整个江晴地区，田野的销售量还不及安京销售量的40%。哎，今天那个店员说，是因为惠儿常年在这儿3折起，
但是咱们今天看他们的鞋子，整体质量还有鞋垫都差很多。如果我们也按照这个折扣走，那完全就是亏本买卖。这个惠尔是新兰集团旗下的品牌，也是我们在国内主要的竞争对手。要想把销量超越新兰，打价格战肯定是不行的。别皱眉了，会有川字纹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老呗？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喜欢我哪样？年纪比你大，有川字纹。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哎，我高中的时候你多大呀？5、6岁，差不多。哟，还玩过家家呢？什么是过家家？过家家你不知道啊？就角色扮演啊。我是妈妈，你是爸爸；我是护士，你是医生。没玩过吗？我小时候很少出来玩，因为我妈管我比较严。没关系，以后姐姐带你玩。带我玩什么？玩吃糖？顾昭和。哦，我今天已经带你玩很多地方，你不要……但是我还想在江晴再多待几天呢。我想把你从小到大待过的地方都去一遍。我小时候的地方没什么好去的。我是希望，如果有些什么地方让你有些不太好的记忆，我们两个一起去过之后，它就可以变成属于我们两个人开心的回忆。以后就让我做你的卫星吧。卫星？围绕着你转圈圈。你转一个给我看看。我转了。我转了，我转了，我转了。你别挠我。司令。莫总，我们今天去做了市场调研。我们先不说这个，今天晚上跟我和康总一起吃个饭，我们聊一聊收购的事。收购？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来江晴的目的嘛。好，对。你这次来调研没有带什么正式的衣服，我让人帮你准备了一件，郑重一点。你就是实习生顾昭和对吧？我记得你发布会表现得很好，今天晚上好好休息。莫总，我觉得今晚可以带他一起去，刚好新人嘛，也是需要历练一下的。好，你的病听你的。谢谢莫总。来，欢迎欢迎啊！我们再喝一杯。哎，荣幸荣幸，谢谢康总对我们的照顾。康总，西令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田野项目的主要负责人。早听莫总提起令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不敢当。来，敬您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令总确实不能再喝了，这杯我替他喝。好，特别好，年轻人嘛，维护上司。
我看是有点怜香惜玉啊。啊，这个是康总怪我没有端杯了。哎，我怎么能怪莫总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替令总喝，那可不是一杯的事儿了。康总是业内翘楚，更是我的前辈，是我冒犯了。这一杯，我敬您。这次能来这里跟您一起学习，也是我的荣幸。预祝我们这一次收购可以顺利进行，我们合作的双方也可以互利共赢。我干了。康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有哮喘，所以不能再喝了。以后找机会补偿你。好，好，好。钱怎么还没到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了半天了嘛，你80万怎么还不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我没事没事，你先走吧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先吹上。令总，您要不要先上去换个衣服？莫总，我先上去处理一下。你快去把衣服换下来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看莫三省出售田野的事啊？我一个公司小职员都看得出来，现在田野正值扩张期，不应该这个时候出售的。更何况他一个集团董事长。是，林康在业内口碑极差，几年前集团跟他合作过一个项目，最后也是无疾而终。只可惜，当时那个项目不是我经手的。这个莫三省到底要做什么呢？至少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。问题不在于林康，而是莫三省。我会尽快去查一查林康之前做过什么项目，还有他跟莫三省的关系。不过，总觉得莫总好像对你吧，他有什么想法？以后跟他相处就……有人喜欢姐姐，吃醋了。好了，我会处理的。你那个衣服，我去帮你洗了吧。我去拿。哎，晚安。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这位是新兰集团的千金卞金喜。哦，那莫总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做？昭和的实习期快结束了吧？啊，是的，小顾少爷应该已经符合了实习的标准。昭和年轻，太急躁，年轻人嘛，不犯点错，不摔疼，容易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明白。
可是莫总，小顾少爷在令总手下做事，他出了事儿，令总在公司也不好做吧？有时候啊，不把他逼上绝路，他是不会回头的。莫三省利用西令，应该不止收购这么简单。我要怎么做才能保护西令？怎么还没收拾行李啊？一会儿就收。我帮你擦吧。我刚才啊查了一些企业项目，发现林康和新兰之前签过一个协议，他们买断了艾丽品牌的经营权，后来又利用合约漏洞，差点侵犯到新兰的利益，但还好被及时叫停了。还有我们三省之前的英桥项目，也差点被林康买断，但后来换成别人在做。英桥是许一清负责的。那更不能让莫三省把田野卖掉了。可是进不了董事会，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什么。当年英桥项目被叫停，公司内部并没有进行审计，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现在我不过就是一个行政副总裁，你也就是个实习生。如果我们要真想做些什么，还是没有任何办法呀。况且莫三省这个人，做事情是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的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们总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喜欢做家务啊？那以后家务都你做。我们这一次去江晴考察，发现整个第2季度江晴所在大区田野销量品牌上不去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惠儿在江晴以及周边地区常年3折起，采用了薄利多销的策略。我们的产品如果打这么低的折扣，恐怕连成本都不够吧？我们不打价格战，你怎么看？其实鞋子对于大部分消费群体来说，他们更注重实用和价格，所以我认为它应该。令总觉得呢？很好，就以江晴为试点，主打品质以及衍生融合。你们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了。散会。这小金这方案没话说弄的，这得让小青请我们吃火锅啊！那可不。陆兆和啊，你实习期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一切指标都符合转正的标准，提前恭喜了，送给你。礼物就不用了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。没必要这么防着我吧？
谢谢。带头违反恋爱合约啊，令总。你也看到了？哦，这田野一直是咱们部门负责的，说泄露机密不就是指我们吗？总得有证据吧？现在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，哎，现在这个事情会牵连到我们整个部门，很有可能会有连带责任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有嫌疑的。现在的重点是我们要趁上面的人来之前，我们自己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我们自己内部泄密了，还是说外部有人搞了一些小动作？泄密？我是人力资源部 Lucy， 我是监察部总监林志文，负责调查这次田野品牌泄密事件。顾兆和，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。请你离开座位，把你的手离开鼠标，离开键盘，马上！公司邮箱密码登着呢。知道了，请你立刻离开公司，我们要对你启动调查程序。调查期间，请你手机保持24小时通畅状态。请您配合。拿个包总行吧？可以。等等，哪个是你包？谢谢大家的配合。林组长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最初获得这则消息的渠道是哪里？顾昭和不可能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给竞争公司新兰的。钱，这一条就够了。令总，你太主观了。我能不能给令总看点东西？获取消息的渠道我不能透露。照片上的人是顾昭和，和新兰集团千金卞金喜。3天后，顾昭和发出了业域设计稿，发送记录在他的邮箱中能查到。小顾呢是西令部门的实习生，我们当然都希望把事实了解清楚，但是没有必要搞得这么针锋相对，是不是？老林呢，也是在按程序办事。不过，这些照片不应该。莫总说的对，确实应该好好调查。林组长，你秉公办事，我绝不会干预。怎么办？看不了这个事情。令总怎么样了？顾昭和不可能泄密的。对啊，令总，这小子你们都没事做吗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安迪，跟我来一下。啊？令总，我发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，令总？公司 IT 部门的小张跟你很熟对吧？没有，他帮你下过游戏？没有，我早卸载，我早不玩了。你找他帮个忙，查一下顾昭和邮箱的登录 IP， 他应该不会那么蠢，发邮件用公司的服务器发，太容易被查到了吧？
行，那我明白了。对了，林总，我想跟您确认一个事儿：您是要保顾昭和，还是要真相？要真相，就是在保顾昭和。就地取材，借题发挥。吴江，这件事情做得不错，谢谢莫总。顾昭和的劝退流程还顺利吗？顾昭和还是全盘否认，拒不辞职。时间一久，他就耗不下去了。我养那么大一个人事部门，又不是吃干饭的。莫总说的是，但以他跟令总的关系，什么关系？我这个外甥不是吃闷亏的人，他想留下就得说出自己是谁，到时候西陵还会信他吗？一旦顶着墨兰儿子的身份，他不管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。您的意思是，小顾少爷来公司是墨兰总的意思？现在集团发展的这么好，那做姐姐的难免觉得也有自己的一份啊，想找找存在感，来分一块蛋糕，很正常。莫总说的是。顾昭和，你开门。顾昭和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没看手机啊。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我凭什么泄露田野的机密啊？那你和新兰集团大小姐吃饭的照片，怎么说？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跟人家吃顿饭怎么了？我跟他吃个饭就代表我跟他有勾结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是现在你跟他吃饭的照片和泄露公司机密邮件结合在了一起，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经过，我才能帮你们。让他们自己去查吧。这就是你的态度？那我还能怎么做？下午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吧？他们有给我说话的时间吗？他们爱怎么查就怎么查。好，我自作多情，白担心了。顾昭和，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？莫三省但凡想要陷害你，根本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。这件事情关乎到田野整个项目组，不是你个人。你让其他人怎么办？你怎么那么幼稚呢？你是在用令总的身份跟我说话，还是我女朋友？有区别吗？添麻烦了，令总。这个是小张弄到的物业的视频，这个视频录的就是我们公司的门口，这是我请小张吃了顿饭才弄过来的。报销。哎，大气。然后啊，讲重点，这个监控视频呢，小张跟我说，很有可能是这个人进入了咱们公司的网络，进了咱们公司的服务器，用顾昭和的地址发了那封邮件。只不过这个视频太模糊了，我实在看不清这个人是谁。是吴江。吴江他不是。你这个视频，赶紧备份一下，除了你之外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
顾昭和也不说吗？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夜玉这款鞋目前在鞋圈的话题度极高，我们的预售款已经在全网预约高达3万人。夜玉的成功也带动了田野的品牌效应，目前这个月田野的销售额已经是国内运动类品牌榜首第1了。做得特别好，希令，田野在你的带领之下蒸蒸日上，这个也为我们将来和林康集团的谈判增加了很多筹码，你真的辛苦了。莫总，还有件事想跟大家汇报一下。我调查了一下顾昭和泄露公司机密的事件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那封邮件的技术分析结果。林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林，听希令说。谢谢莫总。根据调查，发送那封邮件的 IP 地址确实是在我们办公室，但是通过技术专家追踪 MAC 码的分析，并不是来自于顾昭和的电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有人窃取了顾昭和邮件的密码，来到了我们公司，用另外一台新的设备发送了这封邮件，栽赃了顾昭和。可以锁定到这一台设备吗？可以锁定。是一台手机。我们可以通过发送邮件时间段的监控画面来锁定嫌疑人的。不过这2天公司设备检修，记录都被抹掉了。希令他为了下属这么费心劳神，真的是一个惜才的好领导。但是这一次事件性质恶劣，但好在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。在座的各位，我希望你们以此为戒，加强管理。既然这一次的线索就这么断了，这事就先放一放吧。那莫总，既然顾昭和没有嫌疑，我建议立即恢复顾昭和的职位。当然，立即恢复。其他人有异议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谢谢莫总，莫总做事一向公平公正，令人钦佩。散会。知道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顾昭和不会出卖大家的。就是呀。不过小青，顾昭和能留在这儿，你应该是最开心的吧？就你话多。那天的烟火，好久。安迪说你来这儿附近，我就来找一找。对不起啊，昨天我以为你也不相信我，所以才跟你说了那样的话。我发誓，我以后肯定不会了。
是什么让我们开始？还有卞金喜，我们两个从幼儿园开始就认识了。那天是我找他，让他帮我打听林康的事。你们从幼儿园就认识了，青梅竹马呀，好朋友，就是好朋友。和新兰集团大小姐是好朋友。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不想说就不说，谁都会有秘密，就算再亲密的人之间，也会有不想让对方知道的事，只要不是刻意欺骗就行。唉，你这个人信号也太不稳定了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消失就消失。那现在卫星向你发出信号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手写的卡片，嘿，那件 T 恤，嘿，如果再遇见，好了没啊？好，别动，睁开眼睛。噔噔，欢迎来到我的主场。不会分别，是什么让我们开始？是你的风格。我送你个礼物，手伸出以后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都可以。耶！恭喜你转正啊！很快乐，想念被时间包裹走，还给我。冰箱里有气泡水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哦。不是真的，不要离开我，结果会怎样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花粉会引起你的哮喘复发，所以我都换成了绿植。于系列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啊？因为我是你的卫星啊。许个愿吧。生日快乐！啊，所以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望？年年岁岁如今日，岁岁年年便相同。小时候，我每次一过生日，就没有什么好的记忆，所以后来就不过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个生日过得还算开心？那你等我一下，爱说不爱说？你之前说过，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，你都会吃的。所以，就算你今天说不开心，我也会拿出来让你吃一口，尝尝。你吹一吹，你吹一吹。
顾昭和，这一吃就不是超市里的半成品哦，跟我们吃的那家店味道一模一样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哦，一模一样啊。我呢就无非跑了一趟江秦，给那个店的老板当了1天的学徒。哦，原来我的卫星就是这么失踪的呀。路过的夏天，晒着暖暖的你，还有一整片蓝天和白云。有我在，别怕。我只是沙滩上孤独的仙人掌，期待你像只白鸽般飞翔。如果你张开你的翅膀去流浪，我的肩膀会为你保留的。如果你内心有太多的渴望，我的纸也会为你收藏的。路过的夏天，晒着暖暖的你，还有一整片蓝天和白云。我只是沙滩上孤独的仙人掌。为什么？期待你像只白鸽般飞翔。那些说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人，如果你张开你的翅膀去流浪，都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的肩膀会为你保留的。如果你心里有太多的渴望，是你带我找我的纸也会为你找到隧道出口的。谢谢。如果你张开你的翅膀去流，晚上一起吃顿饭吧。我有件事情要忙。也会为你收藏的。晚上你就知道了。不说是吧？说不上。你等着。你不说是吧？等着今天上班迟到吧。